在搭乘豪华游轮、开启美妙的游轮旅行时，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因为认知的差异造成的无心之失，结果也许会让你面对无法承受的痛。本集部分内容可能会造成观众不适，未成年人需在陪同下观看哦。看EO游轮旅行活攻略，了解游轮上你绝对不能做的8件事情，秒变游轮高级玩家。继续关注EO的频道，谢谢你。Hello， EO来啦，EO来啦！你可能已经搭了几次游轮旅行了，但总感觉还有些什么不太对劲的地方，或者你正在计划你人生中第一次的游轮旅行，但是心里面总有那么一点怕怕的，就是怕自己人生地不熟，又不太了解规则的情况下，无意之间犯了一些错误。那你知不知道有一些错误你犯了之后，后悔都来不及？那今天的内容你就要认真看到最后哦，因为谁都不想损失脸面、钱财还有生命。第一条，大海抛物。难道我不知道什么叫海洋保护吗？不能对着大海扔垃圾，3岁小孩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又要讲的是你在无意之间掉进大海的那一些东西。现代的游轮阳台房越造越多，我们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搭乘阳台房。当你满心欢喜的即将要入住阳台房的时候，EO就要在这里提醒你很多条明文并没有规定的那一些注意事项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些匪夷所思的新闻，不止一位游轮乘客从自己的阳台跳入大海，让他住在隔壁的同伴把他跳海的整个过程录下来。他可并不是想不通哦，而是当他的这一些极限挑战被记录下来之后，可以在他的社交平台威风很长很长时间。但是我知道看我节目的华人观众，大家怎么会像他那么傻呢？除了想不开真的想要自杀的那一些乘客之外，我们怎么可能跳海呢？但是如果你的房间有入住比较幼龄的小朋友特别是遇到海上有风浪的时候，可千万不要把它单独留在你的阳台房里面。通常我们房间的阳台门都有超过1道以上的锁，请你一定务必要把它锁好。很多人告诉我有个阳台房真的太方便了，最重要的一个方便就是可以晒衣服。EO也曾经在我的阳台上晒过衣服，其实很难真的晒干，因为海水的湿气很大，又带着盐分，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中晒干的衣服穿上身是有点奇怪的。如果你入住的是普通标准的那一种露天的阳台的话，请记住，阳台上晒任何的物件都有可能被大风吹入海里，可能有一些是你并不想要失去的东西呢。无论是什么掉进海里，对我们的海洋都是一种污染。第二条，请不要在游轮上玩火。在游轮上起火的事件真的发生过很多次，所以现今主流的邮轮公司全部规定不允许在房间的任何角落，哪怕你有阳台，你要在阳台上抽烟都是不被允许的。一旦发现的话，这个罚款可是好几百美金一次的罚款。通常你的邻居或者是帮你整理房间的服务人员，只要闻到一丝烟味就会去举报。那大家为什么那么敏感呢？因为在历史上，因为抽烟，因为点火，在房间里面着火而引发整条游轮的大火灾、大型火灾，可不是1次2次这么简单了。所以现在大家都是闻火色变。在泡澡的时候喜欢点上一支熏香的蜡烛，但是只要在游轮上有明火，不管你是像刚刚讲的抽烟也好，还是你想点蜡烛也好，只要把火苗点起，这件事情也是可能会引发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全世界绝大部分的游轮都不允许乘客在房间里面使用自己会发热的设备。比如说EO不止回答过一次游轮上能不能自己携带烧水壶这个问题了，是绝对不可以的。自带电吹风、自带咖啡机总之自己插电它会自己发热的东西都一概不允许在房间使用。
甚至很多的邮轮在你的大行李过安检的时候，已经照出来你的行李里面有这些违禁品，已经打开你的箱子，把违禁品拿出来，放上一张纸条，告诉你离船后去哪个地方领取你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些热量并不是那么大，但是一旦着火，一旦你使用不当，会产生很大后果的，很多是我们每天生活不能缺少的必需品。那在邮轮上如何安全来使用呢？就是你在现场的时候才把它打开，你要离开房间，甚至要离开船，总之你要离开你的视线之外，已经不需要在你面对面，你要操作要使用的时候就把电源整个拔掉。切记哦，邮轮上着火可比在邮轮上传播 COVID 病菌要来的严重的多了。第3条，穿着不得体。我相信很多观众就要说了，哟，你这么矫情干什么？现在的邮轮有很多不需要穿的太正式的啦，不要让我们旅行的那么辛苦好不好？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邮轮公司，其实每一家不同的邮轮公司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很多的情况下是跟风，跟自己的朋友跟自己的亲戚听说或者是看了某一个视频之后，决定了我要搭哪一条邮轮。在这之前一定要充分的做一下这一条邮轮对于穿着上面要求和这条邮轮整体风格的这一方面的功课了。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没有听过可纳冠达邮轮公司，号称英国皇室级的邮轮？虽然它并不属于超豪华顶级奢华邮轮，它只是一个普通的5星级邮轮而已，但是在这一家邮轮公司的船上，你认为的正装穿西装打领带也并不完全符合它 Formal Night 的要求。搭冠达可纳邮轮的乘客可都是穿着燕礼服打着领结出席正式场合的，而女士们的装扮很多已经接近于英国皇室的那一些重要的庆典典礼上女贵族们的造型了。假设说你第一次邮轮搭乘的是可纳，做足了功课，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得体，而下一次邮轮也许你跟你的朋友家人一起去了 Carnival 或者是 NCL 的时候，那你之前那一套装备可就完全没有用了。如果你穿成那样子上邮轮的话，估计你就是成为邮轮上比较受人关注的焦点了。在那些船上的乘客可能会觉得你穿越时空了。无论现在邮轮如何大众化，绝大部分的邮轮公司都还是坚持会有1至2晚的 Formal Night。那太太们至少带一条整齐漂亮的裙子，先生们1件衬衫1条西裤，至少也是需要的吧？不然的话，到了正装之夜，你可能都不太敢在公共场所出现。很多年以前，当你穿着不得体进入正餐餐厅的时候，都会遇到门口经理悄悄的暗示。但是现在我发现，就算你穿着背心穿着大裤衩踩着拖鞋板进正餐餐厅，也几乎没有人敢来拦你。但是你自己会不会觉得格格不入呢？所以无论我们搭乘哪一款的邮轮，在出发之前做好功课，做好准备，了解这次自己要搭的是哪一种风格的邮轮，这也非常的重要。不要在邮轮上发出无谓的噪音。有很多的观众都来问我类似房间的问题，我住在这里会不会很吵，住在那里会不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噪音来影响我在邮轮上的生活呢？但是你知不知道，在邮轮上的噪音有很多是人为造成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在哪些情况下你会无意之中制造噪音呢？如果你这次碰巧搭乘的是有自助洗衣房功能的邮轮，那首先又要在这里恭喜你咯。但是因为洗衣房对于洗衣设备的使用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有很多的乘客都会选择在洗衣房附近等待自己的衣服洗完之后直接就拿走，不要占用公共设施嘛。那在等待你的衣服被烘干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有点漫长有点无聊呢？所以很多人选择在洗衣房门口聊天。通常洗衣房的布局都是会在乘客比较密集的居住楼层，当你在洗衣房门口聊天的时候，非常有可能已经打扰到了附近房间的那一些乘客咯。我们那么害怕走廊上给自己的房间带来的噪音，同时
大家都明白了吧？房间并不是那么的隔音。也有在邮轮上工作的时候，就特别害怕隔壁的乘客跟自己的时差有太大的区别，非常有可能当我到了睡觉的时间的时候，隔壁的邻居还正处在邮轮假期的狂欢中，电视开得很大声了，或者是约了一些朋友在房间里聊天喝酒啦，或者是房间里有小朋友在上下乱窜呢。OK， 这一些都会给你的邻居、左右隔壁，甚至楼上楼下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另外，这一次邮轮居住的是阳台房，天哪，终于有了自己私人阳台 privacy 的 balcony。OK， 也有很想在这里告诉你，这个 privacy 其实是要打个引号的。有没有仔细留意一下阳台和阳台之间的隔断？首先，上面是镂空的，板和板之间都是有很大的缝隙，绝对一点都不隔音。当你想要在自己的阳台上喝酒唱歌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要留意一下，有没有因为音量过高而影响到隔壁阳台的你的邻居呢？下一个，不要浪费。在疫情之前，亚洲邮轮非常火爆的时候，当时有过很多条的新闻，大妈们太能吃了，他们在船上不单胃口好，而且还特别的浪费，就有很多邮轮行程据说是被吃穷了。但是EO今天在我的节目中一定要讲一句公道话，有浪费习惯的人不是只在亚洲才有，全世界哪里都有这样子的人。请我的观众来回忆一下你搭邮轮所见所闻的一些场面吧。很多的房间门口的地上摆放了各种各样吃不完的食物，而在邮轮上的习惯是，无论是你 order 的是 room service， 还是你自己从餐厅或者自助餐厅拿到房间去享用的食物，只要你不想吃了，不管它是任何的原因哈，你都可以直接放到你房间的门口的地上，几个小时之后，路过的工作人员就会帮你收走。如果你有早起习惯的话，很多时候你都需要跨过这些杯杯碟碟盘盘，里面其实还有非常多没有被吃完的食物。那很多时候不是我故意贪心，不是我故意吃不完，是因为真的吃不惯。特别是我们到自助餐厅，整条邮轮有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乘客，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饮食习惯，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拿多了，拿的那些东西可能根本不合你的口味，这样就会产生一些无谓的浪费。所以在吃一些你并不了解的食物的时候，能不能只先拿一点点尝一口？小朋友们都知道浪费是可耻的，不要随意动用和拿走房间里面的资源哦。我的观众要说了，你当我是小偷吗？我要去偷房间里的东西吗？ No， 有时候并不是故意的行为。首先为你的荷包着想，无论是你购买邮轮船票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船上，有没有想过，当你打开你房间的 mini bar 小冰箱的时候，里面那些饮料到底你能不能喝呢？你可以很大声的告诉我说，嘿，我已经买了船上喝酒的 package， 船上的酒我都可以随便喝。你有没有搞清楚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当你想要购买喝酒或者是饮料套餐的时候，一定记得要多问一句哦，你的 drink package 有没有包括你房间的 mini bar？ 很多人都忘记问了，并且在这个上面花了很多无谓的冤枉钱。另外，有不少邮轮公司会在房间配备一些配套的设施，你住的房间 level 越高越高级，它会配套的那些设施就越多，比如说浴袍，比如说望远镜、雨伞、毛毯，其实都是根据你这一次邮轮的行程的不一样而给你配备的一些特别的装备，让你提升你这次旅行的质量。但是很多的人不知道，以为这是邮轮公司给你的赠品，就塞到行李箱去了。好，还记得吗？在我们登船的时候，每一间房间都需要authorize 授权信用卡。现在的邮轮越来越小气咯，他们真的会在你离船之后逐一检查，并且根据缺少的部分向你的信用卡直接扣款。下面要说到EO最不喜欢的部分了，就是不要在邮轮上去滥用你不良的那一些不卫生的习惯。EO在很多次的邮轮旅行中都像一个祥林嫂一样，甚至是已经到了讨人厌的一个程度。因为我在自助餐厅见不得乘客拿着自己喝水的杯子直接去对接那个接水的公共接水的那个口接冷水啦，接热水啦，很多是可以直接自己去拿果汁饮料的那一些，他拿自己喝水的杯子直接口对口的去接。
那就等于是说你跟全船的人 kiss 了，亲爱的。每一次我看到之后，我都一定会去说，不管他有多讨厌我，不管他是讲什么语言的，他听不听得懂我跟他讲的话，因为这是一种无心甚至是无意识的错误。没有人知道之前这个口对口接水的那个人，他身上有没有任何传染的疾病，对不对？好，你也根本肯定不想跟他 kiss， 对不对？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在所有这样公共可以自己倒水的机器旁边，一定是会有公共的那一些已经消过毒的杯子，麻烦你拿那个杯子去接上你要的饮料也好，热水也好，茶也好，冷水也好，接了之后再倒进你自己的携带的容器里面，自己的杯子里面，好不好？好，我们大家都养成这个好习惯。你在家里面可以自己随便，没问题。但是我们上了邮轮，几千个人的嘴，几千个乘客的健康，好吗？另外，当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你在登船之后，其实都暴露在一个完全公开的、完全封闭的一个环境里面，那我们当然首先要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就是不要携带细菌上邮轮。比如说我们今天靠岸了，靠岸之后吃的东西是不是你要稍微小心一点？是不是你要消毒一下？是不是回船的时候要洗个手，至少用免洗的酒精免洗洗手液，好好的把你的手清理过后，才去餐厅，才去抚摸邮轮上的那些公共设施。疫情已经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教训，也在邮轮上发生过很多我们不想发生的事情，所以为了你，为了整条船几千位乘客的健康，上千名工作人员的健康，一定要小心。另外再讲一个你可能根本想不到的一个个人卫生问题，在邮轮上，你每个房间的马桶，我们发现它是以外抽式，像你在飞机上用的那种外抽式的这一种原理来抽你马桶留下的那些东西。好，这个下水的力度绝对跟你家的没得比，好吗？如果说你觉得你在家里面有一些东西扔进马桶里面，它是被冲得走的，抱歉，在邮轮上这些东西可能就留在你的房间了。那一旦堵塞，你没得用是一回事，你的房间就会变得非常的臭。刚刚讲过了，邮轮是个封闭的环境，好吗？当然一定会有工作人员来帮你检修，也有很多的情况下当天是修不完的。也有曾经不止一次遇到过我的客人登船那一天被告知，不好意思，你的马桶堵塞，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要给你换房间。说明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普遍的，好吗？不要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旅行当中，不要发生在自己的房间里。最后一个是很多人会在自己的邮轮旅行之后才意识到的一点是，不要成为那一个不尊重别人劳动的人。邮轮上有上千、几千的工作人员，他们每个人都至少在邮轮上持续工作半年甚至以上的时间，而这一些时间其实对于他们来讲跟坐牢没有太大的区别，每天重复非常繁琐并且是非常劳累的工作。而在疫情之后，邮轮公司虽然把客人都招回来了，但是工作人员并没有及时按照他们预计的数量全部召回，很多有经验的都已经不干这一行，那请来的有很多都需要再次培训才能上岗。也出现了有很多的我的观众来给EO私信哈，说现在的邮轮为什么服务变得不好啦？为什么有很多的东西他们做的不干净啊之类的？其实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是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因为服务人员的数字比例相对于乘客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邮轮公司之前的预计，他们还在为一些新的员工做培训，还在招募中。在这种情况下，互相的体谅就非常的重要。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目前为止全世界绝大部分的邮轮还是一天要整理2次房间。帮你整理房间的那一位服务生，他每一天可能要整理将近20间房间，甚至有些邮轮公司都还不止这个数字哈。好，如果你今天会晚离船，
会晚离开房间，想睡个懒觉，那索性就挂出牌子，要求他上午的那一次整理房间就免去了，等到晚上睡前的那一次整理房间，再把通通整理一遍。如果你不做这个步骤的话，他很有可能要等，他不吃不喝不休息的，要等到你起床离开房间，他才能够进来收拾房间，好吗？我们互相体谅一下，你的这个旅行会变得更加的完美，好吗？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期再见哦，拜拜。